Sekian sejahtera tuan-tuan dan puan-puan，Welcome back 啊，又是来到这个一星期一次的 Courtside 场边战报了。这集又是我和 Jordan 为你们服务了。回到今天不需要有其他人代班，今天我自己回来。其实现在等一下先跟观众新年快乐。对，新年快乐，各位观众朋友们，继续身体健康，继续打球。That's it。新的一年有个好的开始了，希望大家。联盟也一样啊。So 好，我们要进入我们这个礼拜刚刚在 UCSI 玩的这一站。So 3天的比赛其实前面2队现在基本上都已经就是排位在前2队的，就是都已经确定了。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一周他们2队的比赛都开始有一点收力的感觉，对吗？其实从上一站开始，其实都感觉到对 JSD 已经开始在做调整了。JSD 他在做调整，在磨练演练他们的，就是加了大个子之后的一些打法。我也有注意到，他们也有特别给一些比较少时间，好像 Brian 他们呢，就上场看可以打到多少个出来，就之后可以用了。所以这个是还有包括NS 金群力那边也是一样，好像嘉豪啊、显夫啊，他们的上场时间也多了。而且像魏阳这些有一点伤的，他们也就是让他休息。像一豪之前在有一点伤的，在马巴的对拉伤脚，就是全明星周末的那个受伤之后，他现在也是候补出场嘛。还有都是收着用啊。当然了，但是他们还是有亮点了。那个亮点最大的，我看到这2个礼拜了，就是前一个礼拜我们也没有做战报嘛，就是 Jonathan 的确，我觉得这个补强非常非常棒了。对金鹿来说的话，这个解决了他就是韦勇受伤之后呢的一个补强，这个补强是很到位的。对，因为他们球队就是需要一个可以控球，因为他们要把这个 Abram 他打去2号位，因为 Abram 他其实他不是一个纯的控球后卫，他其实是一个矮个子一点的一个得分后卫，所以你让他去打控球后卫，可能整个球队运转不起来。那其实韦勇在 NS 的这个体系里面，在他们内部大家都觉得，可能很多球迷觉得韦勇 underrated 了，被低估的一个，被严重低估的一个球员。球迷会诟病他的得分能力啊，不会投球啊这些东西，但是其实他是整个球队里面的一个灵魂人物了，因为有他在的话，整个球队的那个运转、那个传球啊，流畅度会多，而且他跟一豪、美这些球员是有一个默契，他们只需要这一个眼神，大概一个眼神，他就知道这2个人要去哪里。所以这个，然后你现在补一个 Jonathan 进来，但 Jonathan 之前已经有跟他们合作过，所以大概也是有一点点的默契在那边。这里也要必须给大家知道，没有对义东没有 disrespect 啊，就是其实如果韦勇没有受伤的话了，他其实应该是更加有机会是达成最快100助攻的球员来。那我们可以说，其实像韦勇还有义东，这2个现在目前来讲，我是想单单在这2个赛季的 NBL 的表现啊，我不要讲其他，我就是讲这2个赛季的联赛的表现。他们其实就是一个算是在本土顶级的一个最好的第一tier里面的了，第一梯队的控卫控球后卫，就是在助攻方面，他们是绝对做得比其他本土球员都好的，甚至比一些外援还好。没错，对，因为基本上我们的外援都是内线大个子啊，那种或者砍将型的。OK，so 谈完了主要的争霸的2队之后呢，就要进入很重要了。这个应该是其实我觉得这个3抢2对的戏码是更好看更多球迷更加关心的。对因为你现在生阳少年 UCSI 还有战斗机，他们都是还有2个席位嘛。现在战斗机因为之前9连败的时候，大家都觉得好像绝望了，好像看不到希望。但是其实现在他们一波3连胜之后，就把战绩
扯平了，大家都是完全要看这个礼拜的而且现在他们这一次最后一战他们是主场作战，可能真的是气势上面也已经严肃了他们然后我们这就开始先谈他们吧，就是在这3连胜的我个人的观察了，他们就是把之前他们也有 release 的他们的 OSS 了，他们之前一直谈论的是他们的防守的问题了，所以这次我觉得他们有把这个问题解决了，因为如果按照我们看统计数字的话呢，吉隆坡战斗机的进攻数据上面呢，在球队的进攻数据，可以数据出来啊。吉隆坡战斗机它就是77.7分，还有是排第3的哦。对，助攻17.3，就篮板34.9。就是你按照他的那个进攻数据的话呢，还有这些命中率啊，所以他进攻数据上面显示，其实他应该是最后一名的。对，那个时候我在看这些数据的时候我也是想，怎么想你都没有不可能他们是排最后的一支球，也不可能会打到一个9连败这样的情况出来的，但是。考虑到他们有很长的一段时间就比较不走运的情况，就是他们的有更换了2次外援，因为受伤的因素，然后还有当然这个也不是什么秘密了，因为他们自己的影片也就是球员和教练也有一个意见上面的分歧。当然他们在3连胜的阶段已经看来把这个问题已经完全解决了，所以而且也找到了一个稳定的轮换阵容了。像开始，我记得开季的时候是整洁和韦永干是同时上场的嘛，对，然后现在也把2个的其中一个抛下去当第6人，就稳定了第2阵容了。然后开始内线的轮转也Megan金红也开始有上场时间了，可以把Anthony Mo 就是把换下来有休息的时间了，并不会像开机的时候要他打40分钟这样，所以经常去到尾段的时候的那个体力不济的情况就没有出现了。所以这一切的修正，就我觉得是他主要可以。就是这次3连胜的主要的原因。而且我觉得像有几个刚才你说的一些小的调整其实真的起到很大的作用了。像你把阿刁郑杰，你把他放去这个板凳，作为第2阵容的这个 second unit 的一个领军人物，对他们来讲是一个很大的。我觉得有造成很大的影响了，因为之前你说你的黄金双枪一起上阵的时候，你的板凳席基本上其实是没有人有进攻能力，没有一个像郑杰那样出色的，可以自己去切入，也可以catch and shoot 也可以这样。因为当然前有1-2场比赛之前有一场比赛，前天的那个比赛，就是应该是第2星期6的那场比赛，有一场就Joshua 他也跳出来了，进了五个三分球呢。其实我们都知道 Joshua 他的那个外围的能力很好，但是他就是 catch and shoot， 你要把球找到一个位置给他，你交给他，他可以很稳定的给你投。他并没有自主去打分就不像不像郑杰，他可以持球切入，然后现在他们多了一个洋将那个 Bearden， 他就比之前的Gill 的话我们很难讲，因为 Gill 就打了5分钟但是他比那个 Griffin 的话，我看到的是 Griffin 很想自己刷数据，但是比尔顿的话，他是愿意切进去之后，他愿意分出来的。那最近这几场他的那种整体他打了3场嘛，基本上打了3场，对，他的那个平均数据都不错了，所以就看球队是不是要继续留用他咯。应该不能换了吧？还能换吗？如果受伤的话，我们没有要主攻战斗机哦，球迷们不要骂我们。不过你可以看到，你讲到洋将啦，我也是要讲另外一个他们的洋将，这个 Anthony Mo，他给我留下很深刻的印象，因为这个数据可以调出来吗？可以啊。
那这个是 Anthony Mo 他的这12场比赛的，那他12场比赛每一场都是 double， 然后他的篮板球你看至少大部分都是最少的都11颗，10个，有一场10个，11，sorry 有一场10个但是基本上大部分都是17、18、20那样的数据，然后他有3场是20 plus 的，21、20、21 20了，对，基本上这个全部都是联盟第一的数据来，没有人可以跟他对比的，所以以他这样的这种表现其实真的是，如果当初如果有几场，如果不是他的话，可能战斗机输得更惨。这个的确是啦，因为有一场真的印象很深刻，就是他连拿19分的那一场，对，那场就差点输给南湖的那一场，差一点点就大逆转的那一场，哇，那场太厉害。然后有让我印象很深刻的一场，就是那一天他们赢 Sunrise 的那一场，他被罚，不是，因为他在比赛当中是2次那个技术犯规，一个违体，一个技术犯规，被罚下场嘛。然后最后的阶段，他是只能在那个更衣室那边看完那个比赛。那我坐的位置，我坐的媒体机，我是可以看到那个他们更衣室里面的，因为其实他的更衣室也不算是更衣室，其实好像是一个 office， 然后它是一个玻璃门。那门关着，他站在里面在看着比赛，他站在门里面，就是在那边看着比赛。那个时候是最后阶段了，然后他一直在看，然后球队进球的时候，他一直在动作，就是他即使他不能再为球队上场，但是他还是在更衣室里面。那个心对，那个心是跟球队在一起的，所以我对他印象是很深刻了。OK，so 这些 spirit 这个精神，我觉得接下来他们进到季后赛，如果他们进到季后赛了，所以前面2队都不能够对他们掉以太多的，这不能小看他们了，因为这股精神力，这个精神延续下去还是挺狠。对，因为现在他们的球队里面，如果你问每一个球员，他们基本上都是应该不想对到他们，就是有那个信念在那边，就是他们可以而且战斗机现在他们的战绩是跟 Penang Sunrise 一样嘛，都是4胜9负嘛。其实这2队我觉得啦，可能他们晋级这个季后赛的，要这样快做预测，你要 lead fact 啊，也不是 fact， 就是因为他们战绩相同嘛，而且比相对 UCSI 来说，他们都少打一场。当然，到最后的这一战也是最好看的地方，就是因为这3队都会互相的对战，所以那个最后的那个结果是怎样，是真的很让人期待的但是我们只能说，因为战斗机现在他们的势头已经上来了，而且他们也具备这个实力。以他们的刚才我们看到那种数据来看，以他们的这个能力，其实应该是在上面才对的。现在我们才慢慢看到那个战斗机，真正的战斗机。就当这个幻觉，就是上面2队不要再看小这个战斗机，然后要跟他争位置的2队呢，也真的要打起精神了。对，然后圣阳少年呢，我的感觉就是他们有很多时候是虎头蛇尾。就好像之前我们有一集的嘉宾，他们 podcast 那3位朋友讲的一样，就是你不知道他们会赢谁，会输谁，这个感觉。因为你看他们可以大比分领先之后，然后不知道怎么打了，然后打得很混乱这样，然后一下子就给对手追回上来了，所以。我觉得如果他们要去抢到这个季后赛门票的话，这个问题真的要解决。你怎样在建立优势之后，你要保住那个优势？对，当对手反扑的时候，你怎么样去稳住那个阵脚？因为很多时候我们看到会好像自乱阵脚，就对手反扑的时候，他们就好像自乱阵脚，然后就是那个整个球队的运转好像
就很多事物忽然间大家不懂怎样配合，好像没有配合，那种感觉啦。我自己是这样感觉啦，我也有这个感觉了。就是如果你单论洋将的表现的话，其实他的2个洋将也是很稳定的输出了，就是他们所有的那些数据也是在洋将的排行榜是肯定是这2位都是不论得分、篮板啊。那些助攻啊，都是在前面的，都是前面2位、3位的，所以他们的输出是很稳定的。所以关键还是我能够给的看法就是。Penang Sunrise 的教练团要解决的是，你要找到在本土里面，除了天元是相对稳定之外，但是最近他这2场也好像比较 drop 了一点。他的本土里面除了天元可能接胜力可能有得分爆发力之外，你必须还要找到一个能够，好像他们最后一场就是这个时刻是最后一场，就胡俊贤跑出来射了几3分，这个其实就是他之前就是没有比较少用到他的，我觉得。当然了，他有一个还没 secure 到 playoff spot 的那个压力在，所以他可能不敢用了。不过你这个时段呢，你必须要找到更多的球员站出来，本土上面你要稳定一点，才能够真的是确保在季后赛可以走到更远了。之前形势比较好的UCSI 对，进入这个时刻之前，在主场3连败之后，反而变成好像是。现在形势最恶劣的是他们，因为虽然他们的排名是在第3位，但是他们多赛1场，也多输了1场，然后现在他们最后2场还要对到 Penang Sunrise， 还要对到战斗机，这2场对他们讲都是一个生死战了，你不能这2场都不能输了。OK， 我们先不要讲他接下来这2场，我直接问你一个比较。辣的问题，你觉得他在这一战的这3场输球的原因和你看到的问题是什么？你觉得了？你看到 UCSI 在这3连败，他们有什么问题需要解决的吗？你有看到什么点可以分享？这个其实也是 UCSI Rising Star 的一个问题，其实他们自己也知道，因为他们自己都知道。这支球队，第一年轻，第二大部分主力都是打3人赛的，3人赛没有防守的，3人赛就是攻爆了嘛。虽然你是在5人赛的，所以就是要调整。他们就是在adapt to 那个5人赛的这个打法，但是对于这些年轻球员来讲，这是一个过程，没有这么容易。所以他们的能力其实球队里面内部的也知道，他们有的现在手中的这一批球员，都是进攻型的。我相信他们也懂了。不过因为就是我在一个客观的角度嘛，就是我希望看到是每一场的好球嘛，所以我是觉得就贯彻打一次，就是这剩下的2场拼防守了，看能不能拼出一个奇迹出来了。就是我的看法是这样的咯，就是因为其实我觉得他们球队上还肯防守、肯拼的球员还是有啦，好像小健啊，好像你狄万祥啊，或者那个叶金星啊，全部上去做苦工啊，就压迫啊，就打交路，要把分数压下来咯。就是玩这个方法咯，没有办法。我除了这个，我觉得你真的要靠家俊他们。包手感的话，真的是对，确实，如果你要跟其他几队球员去拼这个进攻天赋的话，真的是没有就有点困难，因为就是你以球员的这个进攻能力、个人能力来说，其实他们也是处于一点劣势的，所以也很就是两难哦。你要拼进攻，但是进攻的能力不太足的情况下很难。那你要拼防守，但是你的球员的特质就不是防守型的，心态咯。这个就是这个他们球队就要去怎样去做一个平衡了。因为最后2场就剩下最后2场，其实你也不用想太多，就是去拼。你赢就有机会，不赢你就回家，就是基本上我们讲 go fishing。OK，so 我们再来玩个好玩的了，是应该时间还有一点可以我们继续聊聊。我们各自挑选最佳的本土5人好吗？
因为球季都差不多要完了。这个我觉得球迷们也可以留言给我们，你们心目中最好的5个本土球员。你要开始先还是我来？你开始先呢？我开始先。我第一个我要 nominate 的就是刁振杰。这一季的确是看到他又是有一个不一样的面向了，所以这个 credit 要给他。然后至于 JST 那边，我会选择一东了。一东这一个season也是完全有一个领袖的风范了，不是在像以前的小孩子这样。然后家俊，如果是 USSI 的话，我会选家俊了，因为球队好像也没有其他的可以选择了。然后剩下丙令和 NS 丙令的话，我要给 credit 天元了，就算我很想给杰森利，但是我也觉得天元的发挥比他稳定了，这个杰森需要更多的磨练。至于 NS 的话，虽然季初的时候很多人觉得这一季好像1号打到比较好，但是我的票还是给美美的，因为美美所有的数据上面，你统计上看上来 no doubt 他还是第一人，我还是这样觉得啊。来，我跟你的选择基本上就是，如果你是每一队选一个的话，你可以有你的选择方法。没有，因为公平一点，每个球队都有一个球员嘛，这公平一点就是，如果你说 JST 的话，我也是选一东了。一东这个赛季他有一点，这真的领袖风有一点改变。像那一天，他3分不进的时候，他会选择切入，而且切入他上篮的那个手感，你看上好像是乱丢的那种，但是进的靠板进那种就是蛮稳的。我觉得这他会去改变一下打法，3分丢不进的时候就来一个切入试试看，这个是我觉得他 OK 了。所以 JST 我会选一东。那如果你说 NS 的话，这个也是一个很难的问题。就1号因为1号有几场比赛，他真的是开头的时候，有几场比赛真的是杀手的本色，状态真的超好了。但是你可以比他没有，但是我也是认同，很多人没有看到，很多人觉得美哇这个赛季的得分，因为大家看球员的时候，很多时候都会先看那个进攻啊得分，因为这个是最直观的东西，你最好看的嘛。但是其实他在很多其他的方面都有提升的。我补充一点就好了，防守，他这一季的防守的责任很重大，然后他是目前为止篮板数本土唯一一个可以跟外援抗衡的球员。来，对，就是这个我要讲的。如果你对比他上个赛季跟这个赛季的数据，没错，他的得分是少了，这个之前我也是写过的。但是他在篮板、在助攻的那一方面，他已经有提升了，所以他也是就是在这个体系当中，他不需要再成为那个一直在拿分的那个人，但是他可以在其他的方面帮助到球队，这个是一个蜕变啊，我觉得一个成长，这样跟不同面向的一个球员去搞。我票我是给美啦，不过我没有关系，这个没有好，没有，因为1号是拉旺人的，shout to 拉旺可以给他的嘛，我们好玩的罢了嘛。是咯，其实我是给1号了 ，OK， 因为是拉旺的 ，OK。不过记得找他。不过真的1号这个赛季的表现，我也认同了，只是个人喜好，没有什么这个我们没有给钱，也没有给奖。那如果你说 UCSI 的话，来 nominate 的可能是家军啊，然后整阳啊。其实整阳的确是，但是他的出场数太少，样本太少，我觉得这个是我整阳我觉得他是可以。一个是 up and coming 的球员 ，of course， 因为以他前面几年在巨人战的那几，因为他之前跟 NBC 去了中国打比赛，他是比较后面才加进来，但是他打的那几场比赛确实很亮眼，很亮眼，就是得分啊，切入得分啊，3分也有，防守助攻的那些也有，所以他可以是一个 up and coming 的选择啊。但是如果你在现在这支球队里面，UCSI 里面还是家军啊。家军还是那个门面
头牌比较大心脏的一些球员，就是他可以站出来，就算他拿不到分，他也愿意去尝试的那种球员。对，那如果Penang Sunrise 的话 ，normally 的就应该是Jason Lee，天元，可能国豪，可能国豪其实也是一个 underrated 的，非常被严重 underrated 的球员来的。你说得分能力，可能Jason会猛一点，他的火力，而且他的得分爆发力绝对我没有质疑过。但是因为可能基于是同样是那种老将的心态啊，我觉得天元这个赛季我看到的，就是他还是有那团火在那边。我这里可能也补充一点了，我觉得这个可能天元会不认同，只是我觉得他今年在冰令打的其实比在之前他在 NS 更投入，因为我看到他在这一个 season 他做更多的苦攻，更多的防守，可能因为相对的在 NS 不需要他做这些，所以他可能也比较流利还是怎么样。但是这个season的确看到他在这些数据上呈现不到的东西，看到他很用力，所以这个 respect， 所以他赢了我这票，不然的话我也是会给Jason的。最后就是阿修 Vionggan 和Nicholas 呀，这个就真的很突出啊，他的表现很突出，他的这个赛季3分命中率很夸张，这当然撇除昨天晚上的那一场，昨天晚上那个8投0中是吗？没有7投1中，7投1中 OK。他就是访问之后，他说他很准之后的那一场他就不准了。不过这个是难免的，因为他们是 back to back。而且你上一场这样的 performance 的话，对方也一定会比较 alert 你了。然后其实这个不是一个什么大问题啦，因为你 even 你 Steph Curry 你也不可能每一场都维持那个高的命中率，总有1-2场你会你要找到办法去解决这个就好。只是他还是那个你不能漏掉他的一个没错。现在如果你撇除掉美美和1号的话，目前国内最稳定的得分应该就是到他了。不过而且现在如果你看昨天晚上勇敢其实也找回手感，有找回一点手感。他的出手也是蛮有威胁的。对，所以这个就是我们为什么之前一直提倡，我们联赛需要有这么长，才会一直看到这些球员一次的不同的进步，不断的调整，然后我们有数据可以追踪。所以节目的最后，继续支持我们的 NBL， 然后也留言给我们知道我们的季后赛队伍你们看好谁，还有你们心目中的最佳5人。OK， 这个礼拜就到这一集就到这里了。OK，See you，拜拜。